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印度悬浮圣石实测，科学团队发现它不是升起，而是离开现实。如果声音可以改变重力，那这座古庙究竟是宗教遗址还是一台机器？一块90公斤的石头在6个人同时念出一句话后离地3厘米，持续8秒。但真正可怕的是，科学团队发现它并不是被抬起来，而是在那一刻短暂离开了现实。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条偏远土路尽头，隐藏着一个在地图上几乎被忽略的小村庄——希沃布里村。这里并不在主流旅游路线中，但在本地人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它却拥有一个被称为神迹核心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哈努曼神庙，以及庙中2块被称为悬浮圣石的巨石。这2块石头，一块重约55公斤，另一块接近90公斤，表面布满岁月侵蚀后的灰白纹理，没有雕刻，没有金属嵌件，也没有任何可见的机关。但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当几个人将手指同时贴在石头底部的特定位置，并齐声喊出古老的咒语 Om Namah Shivaya， 石头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缓慢离地悬浮，就像被某种无形力量托起。最早记录这一现象的不是当地村民，而是一位印度考古学者阿南德拉曼。1983年在整理南印度宗教遗址时偶然发现相关记载，但那时的资料零散，缺乏影像记录，他并未将其视为严肃研究对象。直到2024年，一支由多国组成的纪录片团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现场拍摄视频，这个沉寂了数百年的悬浮石突然在全球范围内爆红。2025年初，一个名为深源考察组的跨学科团队决定前往实地调查。这支队伍共有5人，领队顾岩38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专攻古代水利与祭祀遗址结构；艾米丽沃森34岁，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研究声波共振与物质振动；阿米特辛格41岁，印度本地语言学家与梵文研究者；林夏，纪录片摄影师，曾参与罗布泊无人区项目，以及一个特殊成员代号 K27 的 AI 辅助系统远程支持。他们抵达希沃布里村时正值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湿热与淡淡的香火味。庙宇不大，石柱低矮，墙体呈现出典型的德拉威风格，但又夹杂着一些不符合印度传统建筑逻辑的几何比例。例如，柱间距与穹顶高度之间的比例接近一种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的数列关系。顾岩第一时间察觉异常，这里的结构不像宗教建筑，更像某种声学装置。当天中午，在村中祭司的许可下，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实验。按照传统方式，6人围绕第一块55公斤的石头站立，将手指插入石头底部的凹槽，同时由阿米特带头念出咒语。当第7次重复 Om Namah Shivaya 时，石头开始微微震动。艾米丽立刻打开频谱记录仪，她看到一组稳定的低频声波，约在 7.83 赫兹附近波动。这不可能，她低声说，这是地球舒曼共振的频率。下一秒，石头离地约3厘米，没有任何支撑，没有气流，没有磁场异常，它就这样悬浮着，持续了整整8秒，然后缓缓落下。林夏的镜头没有抖动，但他的呼吸明显加快。顾岩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那块石头底部的凹槽，就像在寻找什么。第二天，他们进行了更系统的测试。艾米丽尝试用扬声器模拟不同频率声波，结果发现无论频率多接近 7.83 赫兹，只要不是人声加特定发音结构，石头就毫无反应。阿米特则在分析咒语的语音结构后提出一个关键发现， Om Namah Shivaya 并不是普通祈祷语，它的音节长度、重音位置、气流节奏与一种古老梵文中的共振引导咒高度吻合。这种咒语在文献中被称为 Vayu Mantra， 意为操控气之振动的语言。但问题在于，现存所有梵文经典中都没有明确记载这种咒语的具体用途，就像它被刻意抹去了一样。第3天夜里，顾岩独自回到庙中，他带着一台便携式3维扫描仪，对整座神庙进行了结构建模。当模型完成后，他将数据传回 K27 系统进行分析。几分钟后， AI 给出了一个让他几乎不敢相信的结果，整座庙宇的空间结构与一个被称为谐振腔体的物理模型高度相似，其几何比例与现代量子声学实验中的稳定悬浮场模型吻合度达到 92.7%。 换句话说，这座庙本身就是一个放大声波的装置，而那2块石头则是被调谐的物体。
顾炎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声音可以被结构放大，并在特定频率下形成稳定波长，那么悬浮就不再是神话，而是技术。但问题随之而来，是谁在几千年前建造了这样一个系统？第4天，事情发生了转折。林夏在拍摄时无意间将镜头对准了石头底部的一处细微裂缝，在高倍放大下，他发现裂缝内部隐约存在一种不属于天然岩石的纹理，像是某种规则排列的微结构。顾炎立刻取样分析，结果显示这块石头内部并非完全均质，而是夹杂着一种未知材料，其晶体排列呈现出类似光子晶体的结构，可以对声波进行定向引导。这种技术直到21世纪才刚刚被人类初步掌握，而这块石头至少已有800年以上历史。当晚，阿米特带来了一份他在当地寺庙古籍中找到的残缺手稿。手稿中提到一个词 Garuda Yantra。Garuda 是印度神话中的神鸟， Yantra 则意为装置，翻译过来就是飞行装置。手稿中写道，当7人之身合一，时将离地，通天之门开启，神之使者可降临。顾炎沉默了很久，他开始怀疑这不仅仅是声学或材料的问题，而是一个被伪装成宗教仪式的启动机制。第5天，他们决定进行一次极限实验。这一次，他们不使用传统咒语，而是通过 AI 生成与其频谱完全一致的声音，并通过环绕音响在庙中播放。起初，一切正常，频率稳定，结构共振增强。但就在石头即将离地的那一刻，整个庙宇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低频震荡，仪器全部失灵，空气中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纹。林夏的镜头捕捉到一个短暂的画面，在石头上方约20厘米的位置，空间就像被拉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像水面被撕开一样，仅仅 0.4秒。然后一切恢复正常，石头没有悬浮，顾炎当场终止实验。回到临时驻地后， K27 系统分析了所有数据，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该系统可能不仅用于物体悬浮，而是用于开启局部空间共振通道。换句话说，这2块石头可能不是被托起，而是在某一瞬间部分脱离了当前的重力场，甚至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第6天清晨，顾炎再次来到神庙，这一次他没有带任何设备，他只是静静站在石头前看着它。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 Om Namah Shivaya， 没有人回应，但那一刻他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了一下，像是某种沉睡已久的系统在回应。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也许所谓古印度悬浮术从来就不是神秘力量，而是一种被遗忘的技术，一种以语言为钥匙，以结构为放大器，以意识为触发条件的系统。而这套系统的真正用途，或许并不是让石头飞起来，而是让人类与某种更高维度的存在产生连接。在离开希沃布里村的那天，林夏问了顾炎一个问题，你觉得这到底是史前文明还是外星文明留下的？顾炎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远处逐渐被晨雾吞没的神庙，缓缓说道，也许我们分不清，是因为答案本来就不是2选1。离开希沃布里村的第14天，顾炎坐在班加罗尔的一间临时实验室里，面前的屏幕上跳动着由 K27 系统复原的空间裂缝图像。那 0.4秒的画面被拉长到了10分钟，每一帧都在挑战现代物理学的边界。那不是裂缝。艾米丽·沃森推开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热力学分析报告，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那是深至真空衰变的边缘效应。顾炎转过头，眼神中透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冷静。你的意思是，那2块石头不是在对抗重力，而是在改变重力常数？艾米丽将报告摔在桌上，指着一组复杂的波形图。在希沃布里村录制的 7.83 赫兹波峰旁，出现了一串极高频的谐波，频率高到超出了人类听觉极限，甚至超出了普通传感器的捕捉范围。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是时空的弯曲，但量子场论预言，如果能改变真空极化状态，就能在局部抵消引力效应。艾米丽的声音有些发抖，那些石头里的微结构，它们不是普通的光子晶体，它们是深子晶体的终极形式。在现代凝聚态物理中，深子晶体可以操控声波的传播，甚至制造出声学黑洞。而希沃布里的圣石，其内部掺杂的未知材料呈现出一种3维螺旋状的拓扑结构。
当特定的咒语频率 7.83 赫兹输入时，这种结构会引发一种名为非线性声学泵谱的现象。简单来说，当6个人的声音以特定的相位重叠，石头内部的微结构会将这些低频能量转化为极高频的晶格振动。这种振动产生了一个局部的引力矢量抵消场。那块90公斤的石头在悬浮的那几秒钟里，它的惯性质量没有变，但它的引力质量坍缩到了趋近于零。顾炎盯着屏幕，这就是为什么手指轻轻一碰就能托起它的原因。它在那一刻变成了物理学意义上的氢气球。顾炎并没有止步于石头的成分，他将 K27 对神庙的3维建模图投影到墙上，看看这些石柱的排列。顾炎移动光标圈出了神庙穹顶与地面之间的几个虚空点。这不是德拉威风格的装饰，这是一个克拉尼图形的立体版。克拉尼图形是声波在平面上形成的几何沙阵，而希沃布里神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3维驻波墙。神庙的石材选用了含有大量压电石英的黑色玄武岩。当祭司和村民长年累月地在其中诵经，整座建筑的原子排列似乎都被这种长期的低频共振驯化了，形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能量放大器。这座庙就是一台针对地球物理特征调谐的量子谐振器。顾炎低声说，他锚定在舒曼共振的频率上，利用地球本身的电磁脉冲作为能源，而咒语就是开启能源进入石头的密钥代码。在林州索隆井发现地磁泵之后，顾炎一直在寻找全球分布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希沃布里村的发现填补了功能上的空白。如果说林州的索隆井是能源传导桩，用于平衡地下的应力与电荷，那么希沃布里的悬浮石庙就是相位调节站。通过对全球古遗迹的经纬度计算，顾炎发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规律：太行山索隆井北纬36度附近负责压制与接地，印度希沃布里北纬15度附近负责频率修正与重力补偿，埃及吉萨金字塔负责长波通讯与能量汇聚。这些地点构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低频震荡网络。顾炎猜测，在数万年前，这个网络维持着地球大气层的高度、重力场的稳定，甚至可能在维持着某种保护地球免受外源性高能射线轰击的时空屏障。那天实验出现的裂缝 AI 给出了最终解释。艾米丽打断了顾炎的思绪，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红色的警告信号，相位失真引发的维度探索。当顾炎尝试用 AI 生成的纯净正弦波代替人声咒语时，系统缺失了一个关键变量：人类意识产生的生物磁场。阿米特发现的 Vayu Mantra 咒语，其发音结构要求送读者的胸腔、颅腔甚至腹腔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产生的微弱电磁场是稳定悬浮场的稳定剂。没有了人类生物场的介入，纯机械声波导致了共振过载，直接撕裂了局部的时空拓扑连接。那 0.4 秒，我们不是在看石头浮起。顾炎的声音低得近乎耳语，我们是短暂地关掉了那个位置的现实常数。如果我们继续加大功率，整个希沃布里村都会从3维地图上被抹去，进入一种无法定义的非欧几里得状态。阿密特辛格这时走进了实验室，手里握着那份残缺的大鹏金翅鸟装置手稿译文。顾，我找到了手稿的最后一部分。阿米特的脸色非常难看，上面写着：当石之飞升不再是为了祭祀，而是为了逃离时，大地的脊梁将会断裂。顾炎接过译文，上面描述了一个恐怖的场景：当这些分布在全球的悬浮节点被错误启动或被外力破坏，原本被抵消的重力将以指数级反弹。换句话说，如果全球的索隆井和悬浮石系统全面失效，地球的重力场将发生瞬间的非均匀畸变。这不是神话，这是行星级灾难预防手册。顾炎站起身，走到窗前。古人之所以将这些技术伪装成宗教、咒语和传说，是为了利用信仰的稳定性来保护这些物理装置。他们知道人类的文明会更迭，科学会失传，但只要仪式在，系统就能运行。2026年，顾炎在秘密日志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一直自诩为发现者，但在这些古老遗迹面前，我们更像是闯入核电站控制室的猿猴。希沃布里的圣石不是为了展示奇迹，它是一个调谐旋钮。全球的索隆井也不是为了囚禁生物，它们是散热片。顾炎意识到，那个所谓的大鹏金翅鸟可能并不是神鸟，
而是一种能够在不同引力密度下航行的跨维度飞行器。而希沃布里的悬浮石就是这种飞行器最原始的动力单元，或者说是遗落在大地上的引擎碎片。如果这些引擎碎片重新被激活，如果全球网络被串联起来，人类将面对的可能不是科技的飞跃，而是被强行拉入一场跨越维度的全球演化。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班加罗尔的前一天，林夏在整理摄影机备份时，发现了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在实验失败、空间撕裂的那 0.4 秒里，在那个黑色的裂缝深处，隐约闪过了一道光。林夏利用多光谱增强技术处理了那道光，结果显示那是一串极其规则的类似于条形码的能量辐射。K27 给出的初步翻译结果只有4个字却让顾岩感到了一种彻骨的荒凉：维护期满。那一刻，顾岩盯着屏幕上维护期满4个字，耳边似乎响起了太行山索隆井底那低沉的如心跳般的轰鸣。他终于意识到，希沃布里的悬浮石与林州的索隆井根本不是孤立的神迹，而是同一台行星级地球物理稳压器上的2个零件，一个是定子，一个是转子。快，重新计算希沃布里石块在悬浮瞬间的位移矢量。顾岩对 K27 下达了指令，画面中那 0.4 秒的裂缝不再是无序的破碎，而是在3维建模中呈现出一种极度规整的齐泽克流形特征。艾米丽凑过来，指着数据流中一组异常的引力波。顾，你看这里，重力常数在那一刻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发生了相位反转。这意味着这些石头不是在向上飞，而是在向未来坠落。为了验证这个疯狂的猜想，顾岩在班加罗尔实验室进行了一次模拟。他利用超导磁浮技术模拟石头的晶体排列，并引入了从希沃布里现场录制的骤雨原始波形。实验室内，当音频播放到第112个周期时，奇异的现象发生了。用于固定实验台的液压泵开始逆向运转，空气中的尘埃竟然凝聚成了规则的几何晶体阵列。这就是原因。艾米丽盯着传感器，那些咒语的发音，其基频 7.83 赫兹是舒曼共振，但其高频泛音精确地击中了海森堡补偿频率。古印度人通过集体诵经，在神庙这个谐振腔内创造了一个声学拓扑绝缘区。在这个区域内，引力子无法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希沃布里庙宇不是为了展示神迹，而是一个引力泄压阀。当全球地壳应力过大，可能引发板块矩阵时，这个节点就会启动，通过局部重力场的暂时软化，将应力以无害的声能形式释放到高层大气。可惜的是，2026年深源考察组解散。林夏拍摄的所有视频在经过安保部门审核后，被以光学干扰导致图像畸变为由列入了准禁片名单。艾米丽回到了剑桥，开始秘密撰写关于非均质深子晶体引力屏蔽的论文，但核心实验参数永远缺失。顾岩回到了北京，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2张照片，一张是太行山的索隆井，另一块是希沃布里的悬浮石。他发现，如果将2块石头的纹路叠加在一起，正好可以构成一个完美的类似于现代集成电路底层逻辑的几何图阵。到底是神迹还是科技？林夏在告别信中问他，顾岩没有回信。他只是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精密设计的温室内，古人留下的不是神话，而是操作说明书。当我们开始试图用迷信去解释科学解释不了的事物时，我们其实离真相更近了一步。龙并没有被锁住，它只是在沉睡，作为这颗行星最后的一道保险丝，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让那些吵闹的现代文明在还未学会如何控制能量之前就先烧毁了它。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